以前一旦有人提议吃汉堡，我一般会比较吃可以，但如果有人提议吃这样的汉堡，一般都会感受到我看他那温柔的眼神。这里是好吃看得见，好吃就能做的麦叔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叔。我呢吃汉堡吃的比较少，关键呢是觉得不好吃。前几天呢吃了一家蛮正宗的汉堡店的汉堡，牛肉饼软糯多汁，比那些 S 打头的还有 M 打头的，不知道要好吃到哪里去了。看来是我肤浅了。所以呢，对于喜欢吃汉堡并想把汉堡吃出豪气的小伙伴们呢，还是自己做来的随意。毕竟在我这里都有100块成本的汉堡，在外面不满意个200块，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吧。好了，我们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看到那么多材料，被吓到了吧？那现在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吧。这个是牛肉泥，牛肉泥呢是这次核心的材料。我们选用的是这个牛腩部位的牛肉泥。选择牛肉泥呢，一定要注意一点，肥肉的比率稍微高一点，这样才能在最后做出一个比较多汁的牛肉饼。第二个呢，汉堡面包，然后呢一些配料，西红柿、大蒜、生菜，然后柠檬、黄油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把面包烘焙加热是少不了黄油的。然后呢，酱料部分呢，我们准备了一些像泡椒，这个呢中西合璧，增加点辣味，因为泡椒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辣味的。大蒜、香叶，然后花椒，然后呢，为了配合那个口味的多层次感，那么我们准备了那个培根。然后还有菠萝片，我们用的呢是新鲜的菠萝片，当然你买糖水的菠萝片也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我们会引入一个海陆全燕，增加一个烟熏三文鱼的口味。那么芝士片呢，我们选用了2种，一种呢是车达，一种呢是黄波。在做汉堡酱料过程中呢，我们会用到黄芥末酱、美乃滋、蛋黄酱，酸黄瓜呢是在最后作为一个佐餐，私人定制。好了，我们下一步。第一次做汉堡呢，会累一点，准备的东西呢有点多。可是只要跨出这一步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一遍又一遍的使用，后面呢就非常 easy 了。我们把西红柿切片，洋葱一个切丝，一个切碎，泡椒切碎，作为配菜的酸黄瓜呢也切好片，蒜蓉也准备好。让我们开火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洋葱碎过一下油，不用煸炒的上色，飘出香味就好。关键呢，油要多一些。起锅前呢，加一些海盐。不用洗锅了，把蒜蓉过一下油，和洋葱一样，油多一点，也不用在意是否上色。完成前加一点海盐。这2道配料呢，就是2个4跑龙套的，不起眼，但不能没有。接着我们制作这个汉堡颜值的一道光，我们将洋葱丝放入锅中，加入青花椒、香叶、柠檬。根据口味加入白糖，然后不要加1滴水，全部交给红酒，差不多500毫升的红酒，这里不用没过洋葱，一眼能看到就好。然后开中小火，慢慢加热到沸腾，让红酒、香料、洋葱有足够的时间搞天色，不要红酒都快烧干了，洋葱和香料还没上车呢。等到洋葱充分上色后，把美丽的紫色丝带撩出来冷却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制作汉堡酱1号，先来一份伍斯特酱油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高级的酱油，感觉就是海外版的上海辣酱油，或者是上海辣酱油的先祖。关于上海辣酱油嘛，反正这几年你在餐厅里要这份调料，你看到的要么是一张懵逼的表情，要么就被 challenge， 你到底要的是酱油还是辣酱？OK 无疑了。放上2勺黄芥末酱，2勺番茄酱，1小勺万能的蚝油，加热搅拌均匀，最后加点盐和黑胡椒，装在酱汁瓶里备着。
然后呢是我们的酱汁2号，半碗美乃滋蛋黄酱，加入特别创意的泡椒，用来打破过于绵柔的中性口感。然后加入盐、糖、黑胡椒，来点柠檬汁，写一个爽字。这种酱汁可以任意模组化，甚至你加入榴莲都是可以的。但请不要在我的面前看到我背后那把塞拉酱了吗？塞拉酱是什么？80后都知道。好了，主角的肉身开始成型，把之前2个龙套蒜蓉和洋葱拌入牛肉糜。选择牛肉糜要注意哦，一定要脂肪含量多一点的。再加入多一点的海盐和黑胡椒，用手搅拌均匀。这个放入洋葱和大蒜呢，除了增加香气和去腥以外呢，也有隔断肉纤维，这样可以煎出松软多汁的牛肉饼，相当于在肉饼里加了爆珠是一样的。抓起一把肉糜，双手来回抽耳光上劲，称一下，我这里用了200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增加或减少，看你面包的大小和你的胃口。根据我们这次的复合多层结构，我准备了3个牛肉球，剩余的牛肉糜呢，可以像这样包好，放冰箱冷冻，下次再用。我们拿出简单粗暴的肉饼模具，开启解压酥爽模式，里面抹一层油，放入肉球，气沉丹田，一气呵成的压成肉饼。建议至少压到15毫米厚。肉饼的面积呢，是要比实际的略大一点。后面经过煎炸，面积会缩小。然后呢，上下2面贴上2张隔离纸，为了防止粘连。拿出比我脸还大的烤盘，黄油1块。每次看到黄油融化的过程，我都感觉十分的舒爽。先上第1块牛肉饼，翻面要小心，因为加了洋葱和蒜蓉，肉饼在一开始会有点松散，但后面就不用担心了。放上2片车达，就让它们在烤盘低温区稍稍休息一下。喜欢芝士的，你放上1副牌的车达上去也没有问题。紧接着第2块牛肉饼给我上，看着它慢慢变熟，就像一起慢慢变老，因为口水也出现了分泌的失调。这时菠萝片可以进入牛肉饼的生活了，稍微煎一下，毕竟是水果，受不起风浪，稍微历练一下就好。然后呢，在肉饼上铺上2片黄波芝士，继续去低温区休息。等肉饼上的芝士基本融化了，移走烤盘上这2对 CP， 煎一下我们的培根，再煎一下烟熏三文鱼。当然，直接吃生的三文鱼毫无问题。我呢，只是不想浪费这盘香油，让三文鱼也沾点光。完事后放入我们第3块牛排，至此这份汉堡的配置已经超过了卖家的那个安那啥双层芝士汉堡了。那个汉堡的价格你们都清楚。好了，我们继续，培根铺在牛肉饼上，然后让它去和前面2对 CP 凑合一下，空出烤盘，顺便把烤盘的残油去掉一半。把我们的汉堡胚稍稍加热烘烤一下，让香气也能附着上去，雨露均沾。好了，材料的诞生接近尾声了，让我们把这3组 CP 重新请回到炽热的舞台，加热一下，为了让芝士融化得更柔顺。加上盖子焖上1分钟，和蒸汽来一个360度的接触，就可以上最后的装配流水线了。1片面包垫个基 ，L 记1层呢抹上我们的美乃滋酱
一般商场的一层呢都是最腰香的，所以我们在 EF 层呢放上我们的水果牛肉层，然后淋上一层之前做的黑椒酱，再用生菜、西红柿以及紫红色的洋葱丝，给整座大厦描上亮丽的腰线。接着我们垒起2F 层，车达芝士三文鱼牛肉饼。在它的上面呢，再放上培根牛肉饼，让咬下去的第一口就能有香脆鲜嫩的培根口感。最后盖上汉堡面包，来一个封顶大吉，实实在在的封顶。不像有些封顶仪式，我们绝对经得起无人机航拍的考验。最后呢，盘子上放上酸黄瓜片，搭配一下，你嘴角的眼泪就可以大胆的流下来了。中间切开，这个汁水疑似银河啊！肉饼松软多汁，芝士香甜浓郁，菠萝的香甜，三文鱼的酥香，培根的脆边和鲜咸混合在一起，在你嘴巴里爆炸。这么一个炸弹，牛肉成本大概60元，培根、菠萝5块钱，烟熏三文鱼呢30块钱。这几片酸黄瓜呢，算它3块钱，其他调味品不计入成本，这样算下来已经是98元了。再加上卖出我这不值钱的人工，100多的成本总有吧？按照餐饮业的毛利率，不翻倍是不行的。嘿嘿嘿，你们有兴趣试试吗？一次性多备点料的话，以后一段时间想吃就做一个，管饱管好，关键还很上台面。好了，我是你们的麦叔，我们回见。